外星人到底存不存在？浩瀚宇宙总是令人满怀期待，而提到51区，大家第一反应就是飞碟和外星人。在这里提醒一下，未经证实，请当脑洞故事观看，包容的去看待这个神奇的世界。前几期我们详细聊了神秘的罗斯威尔，其中涉及外星科技材料、飞碟技术、外星人访谈。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，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，去看前面几集。而本期的爆料人则对51区 S4基地总共5层的结构进行了全面的剖析，以及对 J-Rod 这名外星人进行了深度解密，其中内容冲击了人们的认知。在此之前，请点击关注、收藏我们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个有趣的视频。接下来我们一起一探究竟。这次的爆料人名叫丹布里奇，他是一名生物医学家。1994年，作为外星小灰人 J-Rod 的贴身医护人员，丹布里奇获得了51区 Q 级别的最高权限。他主要的工作是给 J-Rod 做医学方面的支持，而他的工作区域则是深入 S 基地地下4到5层的空间，并且他的所有工作都要向 MJ12 组织报告。这里普及一下 MJ12 是由美国政府秘密挑选出来的12人秘密组织，其中有科学家、军事领袖、政府官员。后来丹布里奇出来爆料的时候，凭借记忆画出了 S 整个基地从地面到地下的整个结构图，一共有5层。地面1层就是之前鲍勃拉扎和比尔尤豪斯提到的那一层，而作为出入口的第1层，安保措施非常严格，包括武装警卫、光学扫描，还有净身称重。从秘密入口进入之后，就可以看到一条长长的走廊，地板上有蓝红2种颜色的线条，这是基地里不同项目人员行走的路线，而且必须按照自己的颜色行走。继续往前走，这是电子实验室，这是推进系统实验室，这是档案室，这是简报室。长长的走廊，再往前走，就可以看到鲍勃拉扎所说的飞碟仓库，总共有9个机库。而第1架就是小灰人当时 J-Rod 所乘坐的飞碟，代号 P45， 也是典型的大家所熟知的外星人飞碟的样子。第2架和第1架长得一样，上面写着 P45 Possible ARV， 是人类通过研究 P45 外星飞碟复制出来的飞行器。第3架是 P24， 是我们前几期详细聊过的罗斯威尔事件传说坠毁的飞碟，这架飞碟被黑色油布覆盖住了。第4架是 P52 猎户座飞碟，长相比较特别，像蛋糕一样。第5个机库是空的，第6个机库是一架基于罗斯威尔飞碟的复制品，而道奇事件中的施耐德博士也说过 F-22是参考这架飞碟设计出来的。道奇事件我们会专门做1期视频来和大家分享，敬请关注收藏。第7架飞碟也被油布覆盖住了，是1953年在金曼坠毁的那架飞碟。第8架飞碟非常特别，是一架3角形的全黑飞行器，并且这架飞碟没有任何舱门，表面材质非常特别，像黑色的汞，驾驶员可以像陷入黑色液体一样陷进去，相当的神奇。最后第9个仓库是空的，继续往前走，这是生化室，这是交流室，这是逃生房间，这是档案室和医疗室，这是厨房和餐厅。而不同的颜色的桌子也是代表研究不同项目的人。红色的是伽利略项目工作人员的位置，他们主要研究外星飞碟的动力推进系统，也就是鲍勃拉扎所在的那个项目。黑色是武器开发项目工作人员的位置，橙色是窥镜项目工作人员的位置，他们主要研究的是时间与空间的扭曲，主要是星门核虫洞的应用。蓝色则是水瓶座项目工作人员的位置，他们主要研究人类与地外生物体的相互作用。而这样的分布设计就可以把不同项目的工程师分开，也就防止他们互相交流泄露机密。另外，我们可以看到地面上只有蓝红2种颜色的线条，而没有黑橙线条，说明武器开发人员和窥镜项目人员的级别较高，不需要按照路线行走。而这里则是 MJ12 神秘组织成员的专属餐桌。我们来看一下关于 S4 基地第1层的模拟动画景观。第2层这个楼层设有武器研究开发室、3间会议室、紧急物资储备室及最重要的窥镜设备。它可以向前或向后扭曲时空。具体的原理是这样的，这是本来的时间轴发展，这是另一个时间轴，就是另一个平行宇宙。这个设备可以预测未来某个事件的各种可能性，并且以图像的方式投射出来，类似于现代的全息影像。
左上角则是虫洞的模型，可以看出，当调整到一个特定的频率，它就可以当做星门来使用。这里显示了虫洞需要如何使用，把人或物品放在出发点，然后终点也需要配备一样的窥镜设备。目前宇宙中已知有3个地点可以互相传送，一个是埃及的阿拜多斯神庙的地下室，一个是泽塔双星系，还有一个地点是在澳大利亚松树谷，这是一个美国、澳洲共同运营的天文观测站。这个就是操作手册。但是必须注意的是，虫洞在使用的时候，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，很容易在传输过程中丢失物品。之前就发生过将人体传送消失的不幸事故。第3层主要是 MJ12成员的专享套房，当他们来到基地后，就是入住这里的秘密套房。套房配备有文化室、分析室、研究实验室与治疗室。第4层被称为水瓶座层，丹布里奇的主要工作区域就是从这里开始。这里配备的是消毒设备和无菌室，不论谁要见外星人 J-Rod， 必须在这里经过全面消毒后，再穿上特制的厚厚的防护服，才能下到最终的第5层。而第1层到第4层都有电梯，但如果要到第5层，只能从第4层进入。另外，进入第5层前，还会再进行一次称重。第5层就是传说中的外星人的房间，也被称为安全屋。丹布里奇最核心的工作就是在这里近距离的治疗 J-Rod。以下这段影片据说是当时丹布里奇治疗 J-Rod 的影片。因为 J-Rod 无法很好的适应地球的环境，而且我们前几期也聊过，地球的大气对小灰人有一定的腐蚀性，所以 J-Rod 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这个透明的无菌球里。这个无菌球直径52英尺，其中的有机玻璃厚度为2英尺。另外，整个无菌球下面有一个升降机。J-Rod 和人类只需要使用心电感应沟通，他根本不需要开口。前几期我们也聊过几次的外星人也是这样。如果没有看过前面几集的朋友，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去看前面几集。而丹布里奇是少数几个可以见到 J-Rod 的人，因为 J-Rod 对地球环境的不适应，以及他还有基因缺陷病变以及神经方面的疾病，所以需要定期注射一种特定的药剂。丹布里奇每次就是提着这样一个金属公文包，里面有注射枪和药管，然后经过全面消毒后，穿生化服去见 J-Rod。其实人类与 J-Rod 是有相当多的深入交流，也就是我们前几期聊过的外星人访谈录。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去看前面几集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这一层的模拟画面。以上就是被揭秘的整个51区 S4 基地从1层到5层的结构。关于这个 S4 基地先后有鲍勃拉扎、比尔尤豪斯和丹布里奇的爆料，他们3人爆料的时间不同，也互相不认识，但爆料的内容却出奇的一致，而且一个比一个详细。那么到底是真是假呢？这就需要我们理性去判断，未经证实不必太过当真，就当脑洞故事来增加有趣的知识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，记得关注我们，你的订阅和关注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。长按点赞也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视频。在这里真诚的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